比特币下一步会涨到哪里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在 Bybit 上面依然持有这张50万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多单，以太坊呢持有25万美金的仓位价值。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盈利的部分呢，总和已经来到了将近300万台币了哦，就是300万多一些些。那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收益很不错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入金500美金，质押1个礼拜就可以获得60美金的现金，然后就可以直接提币走了，没问题。那 BitGet 你只要入金有一定的交易量，就送你100美金的体验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呢，它还在疯涨着。好，那首先呢，我们之前受阻的位置啊是在38000嘛，对不对？38000这个地方，那我们很明确，38000这里呢，它就是有一个阻力的。38000这里产生阻力，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从日线上呢，我们就可以找到证据了。比如说呢，我们把图表呢给拉大，拉到日线级别，然后我们往前拉，我们可以发现啊，38000它就是前期箱体的下缘，就在这个位置哦，它就是38000哦，所以在这里受阻呢，很正常的。那我们现在受阻的位置哦，大概在42000左右。那其实以现在的行情来看呢，其实42000的阻力啊，并不是那么强劲啊。当然，我们箱体呢，它下边界这个阻力它会是很强劲的。那当然，上边界会比下边界要来的更强劲。那中间的话呢，其实中间所遇到的阻力就比较还好了。但是42000这个点位，我相信也是不可忽略的。42000它大概在这个位置哦。或许我们从这个箱体呢，看不出42000它的重要的程度，但是其实我们仔细来看哦，我们仔细看一下42000在这个箱体的表现呢，它也是有发挥一定的互换的效果。比如在这里，对不对？有支撑，然后这里有支撑，然后这里呢都有阻力，然后这里也有形成阻力哦。所以其实42000呢，在这个箱体它还是有效的，只不过420呢，它真正有效、真正能显示出它的有效性的行情呢，是在前面的区块。你可以看到42000，如果我们直接给它往前拉，你可以发现哦，它在中间经历过了非常多次的互换。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位置第一次上涨的时候，它就是碰到42000，我非常印象深刻，因为当时碰到42000之后就开始疯狂回落，然后在这个位置呢，42000、41000、42000左右，然后我们回踩的时候呢，大概在42000哦，当然是回踩到4万左右了，但是大概在42000的位置哦，所以其实这个位置呢，我们现在受阻啊，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它就是很强劲的互换，它就是验证过了有效性十足的一个互换，所以在这里受阻我不觉得奇怪。但是以目前情况来看呢，我不认为此处它的阻力很大。如果说这里的阻力很大，那么它应该猛然的回落，猛然的进行回落才对。不过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在昨天呢，甚至打出了42500的高点。那回落之后呢，我们现在又来挑战了，甚至我认为我们等一下创出一个新高，我自己我都不觉得惊讶，也快了嘛，对不对？我们现在也42300了。好，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位置呢，能再被突破之后，当然我认为这个位置它一定是能突破的，这个位置它不可能是最终的终点，是我们这波上涨的终点，不可能的。这里被突破之后，下一个点位呢，其实我们就是看到箱体的上缘的部分呢，大概在45000左右。那我个人认为这个45000的点位呢，是一定可以来到达的，一定可以到达的。甚至有一种当然这个是我目前呢放在心里面的想法，就是其实我们行情呢，现在还是涨得非常强势，还是涨得很快，但是我们这段涨的时间呢，它还是有很多的，也就是我们剩余的时间很多。那剩余的时间很多，我们在前面就涨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呢，我认为我们最终呢，很有可能就会因为某一个消息面，然后就把比特币推到，比如说5-6万这种价位，也就是前高点的这种价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之前有强调过，我们一直把比特币 ETF 它的 deadline 呢，它的大限设置在1月中或者说3月中。那我们现在的时间点呢，离1月中或3月中那我自己是做到3月中了，因为其实最大宗的呢，就是这个 iShares 的 Bitcoin Trust 由贝莱德他们发行的，在3月中它才会迎来最终的 deadline。那为什么说是 deadline 不是1月15号呢？1月15号10月17号，因为其实以 SEC 它的做事情的惯例呢，就是会一直拖。像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呢，说是9月2号结果也拖过了，然后10月中结果也拖过了。那我理应我相信1月中它也会拖过去的。那最终我们会在3月15号呢，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迎来最终它会宣布 ETF 它到底过不过。那当然，如果说我们要涨到更高的价位的话，比如说5-6万，甚至我们历史的新高，
我相信我们的 ETF 它是会过的。如果说我们要涨到这种价位的话，那以目前的行情来看呢，我们在12月初的时候，我们就涨到了42000。那如果我们最终的价位只在4万多，甚至还不到5万的情况之下，它没有必要一开始就涨得这么快。这个是以目前来看我自己做的小推理啦。那它走的这么强势呢，我对后市也会变得比较乐观一些。好，那我们可以来看啊，其实我们在小牛的行情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一直疯涨，中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回调。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我们上一轮的小牛，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复盘啊，或者说借鉴。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呢，它都是很疯狂的上涨的，都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回调。那这个位置其实也是，然后这个位置也是，等于说我们是分成了3段的上涨，然后中间它就是震荡，回调也没有太大啊。那杀多头的情况呢，也不是到非常的明显，不是到非常的恶心那种啊。我认为杀多头呢，最恶心的就是这一次了，这一次绝对可以杀掉市场上绝大多数的多头，绝对没问题的。直接在瞬间呢就回落了1万刀，1万刀没了，就这么夸张，当时就是这么夸张。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指标呢，就是或者说一个数据，就是资金费率。资金费率，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Coindesk 上面的数据啊。其实我们在暴涨的时候呢，当时的资金费率是标的很高的，资金费率的基准是在 0.01% 左右，就是万分之一。那我们在暴涨突破38000的时候呢，当时我们的资金费率已经来到了 0.07%、0.08% 左右了。那这是很夸张的高，但我们当时就有谈到，在影片当中，在直播当中就有谈到，那个资金费率是不可信的，因为资金费率呢，我们要看，一定是看一段时间了。如果说在短期内它有这种很异常的波动，很有可能是因为价格移动的很快，导致很多的空头被爆仓。那空头被爆仓，或者说空头大量的止损了，大规模的止损了，那多单就没有对手盘，多单没有对手盘，资金费率就会失衡，就会失调。所以资金费率失调呢，我们要看的是市场情绪，但是呢，由于短期波动造成了它市场的失调，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市场情绪身上呢，我们就要看好一段时间。那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呢，资金费率已经恢复正常了，包括最大的，比如说币安啊、Bybit、OK 啊这几间最主流大的交易所呢，比特币还有以太坊的资金费率啊，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我就会认为问题不大，或者说市场情绪呢，现在对于做多这件事情来说，对于多头这件事情来说呢，并没有很浓烈的。那其实，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通常我们涨这么多的时候啊，多头的情绪都会很浓烈的。那为什么这次就不那么浓烈了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一轮小牛的行情。上一轮小牛呢，市场情绪是怎么变化的？一开始上涨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相信，就在这里哦，这里的市场情绪呢，我们讲究的是市场情绪，是大家不相信上涨。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出来的呢？其实我们就看资金费率就知道了，在这个位置上涨的时候，大家都在做空，全部人都在做空。然后呢，我们上涨第二段之后呢，我们中间是分成了3段嘛，对不对？第一段上涨，然后第二段上涨，然后第3段上涨。那第二段上涨结束之后呢，大家开始比较趋于市场呢，就比较趋于这个平稳了就是不太看多，没有倾向于看多，也没有倾向于看多就是没有倾向，没有多空倾向，没有多空的倾向，就是还好一般般。我们怎么看出来的呢？我们可以看资金费率当时是由负呢，然后慢慢转为正，慢慢转为是正的。然后我们在最后上涨的时候呢，所有人都在做多了全网看多，我们就直接说全网看多全网看多。那全网看多之后呢，我们行情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要怎么得知这个市场的情绪呢？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资金费率。那现在我认为市场的情绪呢是处于没有多空倾向的，或者说至少在下仓位这件事情上面呢，目前的市场是没有多空倾向的。不然我们的资金费率它会没有办法维持在基础费率左右，在基础费率附近。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只是在阶段2而已，也就是在这一波上涨当中，甚至我们都还没有到后面这段横盘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到最后呢，我相信还是会有最后的一波上涨的，因为我们现在也还没有看到全网看多，或者说资金费率很高涨的这种情况嘛。即使我们已经涨了那么多，那这个是还蛮独特的。我也认为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其实我们在加密货币的行情当中呢，
4年一轮啊，4年大家都等不起，这一次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住。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涨这么多，但是市场情绪它却没有表现得很浓烈，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在大牛市当中呢，通常一涨哇，这个市场情绪就会非常的浓烈，然后资金费就会很高。那我们现在其实还好，真的是还好。而且呢，为什么我会说在42000左右这个左右的阻力呢是比较弱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42000左右，当然它会是一个区间，因为呢我们回落过后啊，这个小回落没有回落了多少，我们立刻又碰到原本的阻力了，那这就可以证明它很弱。甚至我认为我们这一波的上涨都还没有走完呢、那这个时候我个人是不可能去轻易做空的，我会继续拿着现货，然后继续拿着我的多单，让利润奔腾。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